刚刚来了一组顾客，玩完游戏之后问我们这儿有没有坦克大战，那我就必须给他安排上。然后现在1楼大厅人还挺多的，最近我们这儿人真挺多的。我们现在上午有时候刚开门10点半的时候，差不多就能来个4、5组。今年暑假人多的真的比较离谱，去年可能暑假一天营业额就200、300，但今年会比去年提高很多很多。现在的话，不光是有主机游戏、桌游这一部分，最近暑假来玩的人还挺多的。现在我们才开门，能有10分钟的时间，然后店里就已经有4组顾客了。大厅这面有一位在这玩《血源诅咒》的，《血源诅咒》这个游戏，当时我在老店的时候，我当时有一张老猎人的盘，但是有1年多的时间都没有一个人玩，我就把盘给卖了。但现在玩的人还挺多的，但是那张盘已经涨了100块钱了，我再买回来就显得有点蠢了。然后这面2位是在玩《逃出升天》。这个游戏绝对算是一个好游戏，它是双人成行公司之前做的一款游戏，但是普及率不那么高，就是单纯因为它没有中文，我也搞不明白它为什么不出中文。1楼刚刚来了一位玩 PSVR 的顾客，他说能不能帮他拍个视频，我就直接给他把手机架在这儿了。我们这 PSVR 2的话，最近玩的人比较少了，但是肯定已经回本了，就前一段时间玩的人还挺多的。当时我是4000块钱买的，然后当时我还发了一条视频说可能回本周期要很长时间，没想到用了4、5个月吧，可能这个 PSVR 就回本了。这一组玩茶杯头的情侣，他们这是第2次来，然后他们上次来玩了1个小时茶杯头，别的游戏什么都没玩，然后这次来还要接着玩茶杯头，真的是太有毅力了。刚刚5分钟的时间又得来了2、3组顾客，然后现在大厅就已经全坐满了。暑假我发现有一种很奇特的现象，就是大家 Switch 会玩的比较多一些。之前我们店的话从来没有把 Switch 给用完这一个现象的，但是在暑假我们已经连续有2天的时间，就是9台 Switch 不够用，全部都玩 Switch。这是楼上1个包间顾客点的一些东西，算是一个大单了。然后老板娘跟花花又要开始胡闹厨房的步骤了。今年我感觉营业额提高这么多，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饮品的营业额挺高的，就是不光是玩游戏的顾客会点，然后1楼玩桌游的顾客他们也会点，还有一些人可能经常来我们店玩，他们就是过来一块聊聊游戏什么之类的，他们也会点我们的饮品。所以说这一块我感觉还是比较重要的，因为去年我们在老店的话是没有这个条件的，所以说今年搬过来之后，饮品的营业额增长还是挺令我吃惊的，因为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经历夏天。最近我们店里遇到一些怎么说，我感觉很尴尬的一些问题，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从几百上千公里以外的城市开车来到我们店，可能他们路费都要花上千块钱了，然后来了我们店之后不点饮料也不玩游戏，就单纯问我一些开店的问题，然后问完之后还说能不能参观参观，参观完之后还有一个人他直接把手机给我，上面列了14个问题让我给他回答一下。最离谱的是他们走了之后，他们自己带来的矿泉水瓶，然后他们带来的一些垃圾还得我帮他们给扔掉。说实话真的很无语，如果是平时的话，店里人少，你1分钱不花，坐在下面我也无所谓，但是现在是暑假，店里面人会比较多一些，因为我们也是一个营业场所，有一些他们花钱的顾客都没有地方坐了，然后有很多人就是在底下占着我们的地方，真的很干扰我们的正常营业，所以说这一点让我也挺难受的，我也不太好去说什么。其实你真想开店的话，你不用跑这么远，你找个离你家稍微远点的，然后去玩几个小时，然后老板如果愿意说的话，你就给人家点个奶茶，态度诚恳点，他肯定什么都会告诉你的，不用大老远跑这么远的。再说很多问题我之前的视频都已经讲过了。1楼这个位置之前是一台世嘉的 MD， 前2天坏了拿去修理了，然后正好这2位顾客在楼上玩游戏，说有没有坦克大战，我说1楼这台可以玩，他们就下来玩小霸王了。其实我们店里摆这么多老游戏机呢，不是说玩的人有多少，就是我感觉他们这些老游戏像是一些我们童年的一些回忆，
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当做父母了，他们可能带着孩子玩完 Switch、PS 之后，可以说，你看这就是爸爸小时候玩的游戏机。老板娘现在饮料都做不过来了，永远得欠个2杯3杯的，太忙了。这2位《生化危机6》通关了，他们2个是我们店唯一通关《生化危机启示录2》通关《生化危机6》的顾客。好像《生化危机5》也可以2个人玩，我估计下一个就该通《生化危机5》了，把《生化危机》可以双人通的全给通一遍。刚刚跟这2位聊一聊，他们其实也是想要开店的。其实我刚开始的话，我还会劝一劝别人说这一行其实并没你想象的那么好干，但后来呢，我发现大家只是想要我一个肯定罢了，就是内心其实早就已经做好决定了。一般这个时候我就不会再去说那种打击别人的话了，我会尽量帮他们理一理思路，做一做定位，说一下我的理解。其实电玩行业门槛很低的，就是你完全不懂也可以做，所以说我能帮到的忙也不算太多。今年跟去年相比，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，就是我们这儿今年单人玩家变多了很多。这个最大原因可能是因为 B 站的原因，很多看视频过来的股东会自己过来体验。但是有一些人我就分辨不太出来，像左边这个女生的话，她自己在这玩胡闹厨房玩了将近2个小时了，也就现在太忙了，老板娘没时间，要不然肯定得陪她玩。这2位股东很特殊，他们是异国恋，一位是在日本，一位是在韩国，然后把青岛作为一个他们相聚的地方，正好来店里打卡，我就给他们拍了一张拍立得，也作为一个美好的回忆吧，也是一个纪念。最近看网上这个可乐挺火的，然后我上网买了4罐，我多没多喝，少没少喝，我1罐没喝，全让顾客给我买走了，很难受。现在店里还是全满的一个状态，双人成行玩的还是最多的。然后里面那个小朋友刚才是在玩马里奥派对，马里奥派对这个游戏还是比较受小朋友的欢迎的。然后这边在玩三国无双7，三国无双是我小时候去这种包机房应该算是玩的最多的一个游戏了。楼下还有2位玩街霸的，街霸最近热度真是太高了，如果它能持续这么高的话，可能过段时间我们可能会考虑去办一些比赛什么之类的。怎么样？喝的直摇头。最近饮品卖的太好了，糖浆都不够用，赶紧再补上2壶。然后又有今天晚上我们这儿有中超的主场比赛，所以说临近开场之前，我们这就会坐着很多一块踢球的人，一块聊足球的人。其实我感觉把有这种相同爱好的人给组织起来还是挺难的，就是大家可以一块踢踢非法，一块聊聊足球，聊聊各种八卦，就这种感觉还是非常非常棒的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就会有一种单纯心理方面的开心，就是那种满足感，所以说这种感觉真的很棒，也是我一直想要去追求的东西。抽黄色的牌，或是黑牌行，就必须抽黄色的牌或黑。现在已经9点多了，我们俩因为店里太忙了，也没去看比赛，然后还有2桌玩桌游的。那今天视频就先到这里，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我们投币、点赞、关注一下，这对我们真的很重要，谢谢大家了。那咱们下期再见。别歪头，别歪头，别歪头。